第9章，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诛仙阵，一个大厅之中，一群身着华丽的诛仙阵强者坐于大厅，看着大厅正北主位的聂天霸。聂家主，好手段啊！偷天换日，斩尽杀绝。你聂家一出手，果然大手笔，将王可一族连根拔起，以至于一个掌柜、伙计都没有跑掉，全被你杀了。如今金乌宗张上仙抵达，你聂家独得5个金乌宗弟子的名额，好手段，好果决，你都得了大好处了。如今又召集我们前来干什么？一个老者脸色难看道。聂天霸黑着脸，诸位都是诛仙阵各修仙家族的家主，你们也以为我杀了王可吗？众家主疑惑地看向聂天霸。昨晚张正道假冒金乌宗弟子前来，其实并没有接触什么人，大家对张正道并不知晓，更不可能知晓昨晚聂天霸被骗的过程。但今天不同啊，聂家人带着今天来的金乌宗弟子，在诛仙阵可是转了一大圈了啊！镇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同时想到王可一族的消失，纷纷肯定是聂天霸釜底抽薪，成为最后的赢家，一个个羡慕嫉妒的不行。如今镇上各大商铺主都在商量找你聂天霸讨要理财产品的款项，大家都住在诛仙镇，你聂家将王家灭了，夺取了其全部基业，但你们总不能吃相太难看吧？最少将我们买理财产品的钱还给我们吧。一个家主沉声道。聂天霸一阵气急，王可骗了你们钱，你找我要，我又不欠你们的。聂天霸到现在才明白，王可还给自己留了个烂摊子。诸位，事情并非你们想的那样。聂天霸沉声道。哦，众人疑惑道。聂天霸微微一叹，将这2天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的描述了一遍，听了一众家主目瞪口呆。你是说你抓了真幽月公主，结果被王可用一个假幽月公主骗走了？一个家主惊愕道。不错，王可这个骗子，他来我诛仙镇就没安好心，他骗了你们的钱，还骗了我金乌宗5个名额。聂天霸恶狠狠道。众家主面色古怪的看向聂天霸，显然都不相信。你编故事呢？聂天霸又是一阵赌咒发誓，并且将查到的所有证据给众家主看，才让众家主将信将疑。这些天你们派人去王家大宅夜盗幽月公主，全部被王可杀了吧？又将尸体高价卖给你们，你们不恨王可吗？王家能做到这一步，肯定还有战斗力的。我聂家要是将其全灭，怎么可能一点动静没有，一点血迹没有？你们去王家大宅查过了吧？看到血迹了吗？看到那个地道了吗？聂天霸还在解释着，众人才慢慢相信，王可这个混蛋，理财产品骗了我家那么多钱，还杀了我的几个侄子，还高价将尸体卖给我，真是罪大恶极。终于众家主相信聂天霸的话了，自己怨恨王可，同时也为聂天霸一阵默哀。这聂天霸损失的才叫惨。我想起了，王可用假的金乌宗弟子骗了你，那如今真的金乌宗弟子来你家了，那岂不是？一个家主忽然看向聂天霸。聂天霸脸色一阵难看。聂家主，今天来的这金乌宗弟子也叫张上仙，会不会？一个家主担心道。不可能有假的，若是假的，怎么可能还姓张呢？而且他还带着我一个侄子的玉佩信物，不会错的，这个张上仙是真的。聂天霸苦涩道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你弄丢了真张上仙要的人，岂不是？一个家主好奇道。这正是我召集诸位来的原因。聂天霸沉声道。哦，众人好奇道。我已经向这位真张上仙如实禀报了一切，真张上仙的确愤怒，不过在我百般恳请下，他终于给我一线生机。聂天霸深吸口气道。哦，张上仙说他可以延迟向金乌宗禀报一切，只要在他回报金乌宗之前，我将幽月公主再抓回来，他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聂天霸深吸口气道。哦，这张上仙还算好说话，难怪聂家主将家中所有人都派出去找王可与幽月公主了。一个家主点了点头。王可他们跑了不足1天，应该跑不了太远，我想请诸位派出各自家族子弟帮我一起找。聂天霸郑重道。请我们一起找。众家主神色一动。不错，5个金乌宗弟子的名额，我许出1个，你们谁家帮我找到幽月公主，我将1个名额送给你们。聂天霸郑重道。众人眼睛一亮，哈哈哈！聂家主发话，我们敢不从命？放心，我们的家族子弟全部出去找，就是掘地3尺也要帮你找到。王可家族那么多人，拔个萝卜带个坑，只要找到1个，就能找到幽月公主，就能获得1个金乌宗弟子名额，还能追回被王可骗去的所有钱。众家主自然亢奋不已，摩拳擦掌，恨不得立刻去办。有诸位帮我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聂天霸顿时笑道。聂家虽然是诛仙镇第1修仙世家，但子弟终究数量有限，哪里比得上各家族一起的子弟数量多，人多力量大，找到的几率也更大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去安排。一个家主说道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。聂天霸苦笑道。哦，这位张上仙虽说允许我补救，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。聂天霸苦笑道。我就说嘛，金乌宗弟子怎么忽然这么好说话了？
一定是收了聂家主贿赂了吧？一个家主笑道。聂天霸苦笑道：是，我允诺了他20万金灵石。20万金！一众家主顿时惊叫道：聂家这么有钱，我聂家哪里能拿出这么多钱啊？我将家族所有钱全部取出，也就折算了5万金而已，剩下的15万金可就要拜托诸位了。聂天霸苦笑道：拜托我们哪里有钱？众家主顿时摇头，算是我聂天霸借的，用我聂家的所有产业、宝物、兵器做质押，并且算2成利息，诸位以为如何？聂天霸看向众人，聂家主，你聂家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就不要给张上仙贿赂那么多了。一个家主苦笑道：金乌宗弟子什么钱没见过，我当时也开口了5万金灵石啊，可张上仙甩袖就要走，我才不得已许诺20万金，才来请诸位帮忙的。诸位若实在放心不下，我再用3个金乌宗弟子名额质押，如何？只要我过了这个难关，我一定连本带利还大家。若是无法兑现，我3个金乌宗名额算你们的，我可以当着张上仙面立约，如何？聂天霸看着众人郑重道。众家主相互看了看，15万金灵石虽然庞大，但在此修仙家族也不少，各家掏出各自的全部积累，勉勉强强也能凑出来。但聂天霸出大厅等待，容众家主商量了一会，终于众家主答应了。毕竟聂家虽然霸道，为诛仙镇第一修仙家族，众家族不是其对手，但众家族若联手，聂家也肯定抵挡不住，所以众家主才放心下来。关键有大利益啊！好，聂家主，就按照你说的。众家主沉声道：哈哈，多谢诸位，这次渡过难关，我聂家必重谢诸位。聂天霸大喜道：好了，我们尽快安排家族子弟去搜索王可、幽月公主，同时我们大家带着钱去你聂府，由你引荐张上仙，并且将我们的约定当着张上仙的面签字画押。一个家主郑重道：好。聂天霸应声道。众人纷纷离去安排。聂天霸站在大厅口捏着拳头，面露狠色：王可、诛仙镇各大家族全面围剿你们，哼，这一次你们插翅难逃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我要你王家男的为奴，女的为娼，我要你们全族都不得好死。聂天霸恨声道。诛仙镇外的山洞之中，王可向幽月公主、张正道讲解了一番聂风玉佩的用处。讲完之后，张正道、幽月公主尽皆张大了嘴巴：王兄，你又让人假冒金乌宗弟子去骗聂天霸了。张正道惊愕道：什么叫骗？这叫正义的制裁，你懂什么？王可瞪了眼张正道：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逮着聂天霸一个人坑了？太没人性了。张正道面色古怪道：怎么叫逮着聂天霸一个人坑了？这叫坑人吗？你想过幽月公主2个属下吗？被聂天霸杀了，他杀了人，你还同情他？王可瞪了眼张正道。幽月公主想到自己2个手下被聂天霸杀死，刚有的一点同情心瞬间没了。还有聂天霸他要灭我王家全族，他要杀我啊！我拿他2个臭钱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王可瞪着张正道道：这叫拿他2个臭钱吗？这是将他骗得光洁溜溜啊！不对，你不仅刮空了聂家的钱，你还将诛仙镇各大家族的钱全部卷跑了。聂天霸不但被骗得精光，还欠了一大屁股债。你！张正道瞪眼道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循环罢了。王可摇了摇头道：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。张正道古怪道：张正道，你今天是这么了？没有过的，你怎么同情起聂天霸了？王可诧异的看向张正道：我只是觉得你这次不够意思，为什么不让我也参加？张正道气愤道。王可一愣，合着你眼红我那点小钱，还想来分一羹，可以吗？张正道讨好道：滚犊子！王可瞪了眼张正道：我就知道你这个铁公鸡，抠王！呸！张正道一脸气愤。幽月公主茫然的看着这2人，好似还没从2人讲话中回过神来。这2人到底是不是在同情聂天霸啊？罢了，我就知道你王可是铁公鸡，抠王在世，想从你手中拿钱，简直做梦！我不想了。不过你总该告诉我，你这次骗了多少钱吧？也让我眼馋眼馋。张正道再度好奇的看向王可：不知道，我让我大表哥假冒金乌宗弟子前去的，让他炸一炸聂天霸，一会就有结果了。王可说道。就在此刻，山洞外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有人找来了。张正道脸色一变，顿时抓起一柄长剑。幽月公主也瞬间紧张了起来，以为是聂天霸的人追来了。放心，那脚步声我认识，是我大表哥，他带来好消息了。王可拦住2人，果然，很快一个男子走入山洞，拜见家主。那男子恭敬道：大表哥，收获如何？王可笑问道：启禀家主，按照家主吩咐，这次假冒金乌宗弟子，从聂家一共取来20万金灵石。属下找了个机会，游逛诛仙镇街道时，从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地道悄然逃出，前来与家主会合，请家主分派灵石。那男子恭敬道：20万金灵石！张正道瞬间惊叫而起，
张正道眼睛变得赤红，呼吸都有些急促了，恨不得立刻扑向眼前大表哥，将他的钱全部搜干净，哪怕杀人灭口。20万金，差不多就这个数了。好了，按照我先前的安排比例分派下去即可。王可沉声道。是，家主。大表哥恭敬道。此刻非常时期，注意自己安全，速速离去。王可郑重道。谢家主关心，我等隐蔽之地已经营多年了，除了家主，没人找得到。家主放心，属下这就告辞了。对了，聂风的玉佩交还家主。大表哥恭敬的递上玉佩。王可点了点头。一旁张正道眼睛红的不行，恶狠狠的看着王可。20万金零食啊，你这铁公鸡1斤也不分给我。对了，我这还有一物是给张正道的，是这位吗？大表哥忽然看向张正道。张正道眼睛一亮，却是忽然陪笑道。王可，算你有良心，还给我准备了一份。王可一阵疑惑，自己什么时候要分钱给张正道了？大表哥什么意思？却看到大表哥取出一封信函，将其交到茫然的张正道手中。这是大表姐托付我交给您的，她说她有些话不好意思当面对你说，只能写在这封信中，托我务必转交于你。现在信函已交到你手中，我就放心了。告辞。大表哥对着众人一礼，退出了山洞。王可，幽月公主惊愕地看着被张正道捏在手中的那封信，是大表姐给你的情书。幽月公主眼睛一亮道。大表姐入戏太深，出不来了。王可意外道。大表姐的情书。张正道回想到大表姐那一圈唏嘘的胡渣子，本能的浑身一僵，继而狠狠地将那封信摔在了地上。王可，你欺人太甚。张正道瞪向王可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还没看信呢。王可摇头道。一旁幽月公主却将信函捡了起来，并且迅速拆开读了起来。张正道，从之前和你对戏就看出你对我有企图，但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你不许喜欢我，我也不可能喜欢你的。特此信函告知，不要有非分之想。你是好人，你能找到更好的。张正道。王可，幽月公主。PS 每日保底2更，下午3点左右一更，晚上7点左右一更。爆发式观其每日写作状态而定。新书上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